光束盾区区一坨光，为啥实弹光束都能防？这个问题啊，其实挺有意思，因为它与光束剑一样，在 UC 和 SID 中呢是完全相反的两个逻辑。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介绍过 UC 系的光束军刀是由艾力场包裹的高热等离子体，由于外侧的艾力场触碰到艾力场时呢，就会产生互斥，因此呢是可以拼刀的。而 SID 的光束军刀啊，则像打火机一样，直接把高热等离子体呈柱状喷出去，那俩打火机自然是无法拼刀的。就算有的光束军刀上面会带有幻象粒子，也主要是为了节能以及增加等离子体的密度，而幻象粒子之间呢并没有排斥反应，还是不能拼刀。基于这一点，很多人都会认为，那 UC 的光束盾是不是就是由艾力场组成的呢？而 SID 的光束盾是不是就是拿幻象粒子塑形的等离子体呢？很遗憾，事实恰好相反。UC 的光束盾其实是光束军刀的原理，虽然有艾力场参与，但并不是只靠艾力场，耗能还很低。反而是 SID 系，它的光束盾全靠力场来防御，而且耗能巨大。所以说啊 ，SID 系在光束这方面的设计，就是故意跟 UC 拧巴着来的。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咱们先来说说 UC 系啊，光束盾的起源就是牛高达的那个唐三角盾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它是由多个浮游炮从多个角度展开平面型的光束军刀组成的。由于光束军刀外面包裹着艾力场，而之前我们也讲过 ，UC 宇宙中大多数光束武器射出来的本质都是米格粒子，是会受到艾力场影响的，因此呢，出力不是很高的光束就会被排斥，从而达到防御光束武器的目的。而实弹武器射出来的质量不是那么大的弹药，也会在突破艾力场后碰触到等离子体，从而直接被溶解，这样呢就有了防御实弹的效果。当然了，防御实弹这个事儿啊，它日升内部自己都没有统一，有的游戏光束盾能够防实弹，有的游戏光束盾只能防光束。不过既然防实弹算是能解释得通，咱们呀就姑且按这个来。最后呢，由于光束盾的本质就是特殊形状的光束剑，因此啊，一样是可以用来切割物体的。根据以上的设定 ，UC 系的光束盾缺点就显而易见了。它虽然啥都能防，但啥都防不完善。当遇到高出力的光束武器时呢，光束盾就会被瞬间贯穿。这一点呢，就不如专门防御光束的艾力场盾来的实在了。而面对大体积或者带有特殊涂层的实体武器时呢，薄薄的光束盾也会被撕裂破防。当然了，能配备高出力的光束武器和带有特殊原理的近战武器的机体毕竟是少数，因此呢，光束盾以低耗能、易携带、更泛用的特点，还是会受到军方的青睐。那么咱们再来看看 SID 的光束盾。SID 的光束盾起源呢，就是第一季出现那个王八要塞，具体的运作原理我没有找到靠谱的解释，但是大多呢都会被描述成一种有超强力的力场，不但可以防御光束武器、实弹武器以及各种格斗兵器，甚至啊连对剑刀都一样能防。只不过在防对剑刀这样的大质量攻击时，攻击所带来的动力势能是无法抵消的，会被完全传递到本体。这个技术啊本来是欧亚联邦自己开发的，自己独占的，但后来技术外流，到了第二季呢就成了各大势力的标配了。这里啊我也顺便猜测一下啊，论偷技术，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一个组织，我不点名是谁，但不代表我猜不出来啊。虽然光束盾有着非常全面的防御性能，但缺点啊也非常的明显。首先呢就是巨大的耗能，毕竟这玩意儿早期都是用于要塞基地的。就算刚小型化时呢，也是只有 MA 带得动。但 SID 的科技在 SID-D， 也就是 CE73年就像开挂了一样，各组织也不是怎么的，就迅速把光束盾的原理吃透，并列装在 MS 上了。只不过耗能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大多数机体开光束盾都是只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开一下，用完就关，就相当于你玩游戏要 GP 一样。这就是给高王玩的，小兵还是乖乖的用实体盾去吧，毕竟实体盾本来就能扛物理伤害，涂层呢也能防光束，除了损耗快一点，没啥别的缺点。甚至实体盾的损耗速度估计都没有小兵的损耗速度来得快呢。好了，以上就是关于高达剧中的光束盾解释了。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